走。雍南老庄园隐退之后，现在不止雍南，就连附近镇子上上下下也是人心惶惶。天盟会已经下令全面搜索三少爷和三少奶奶。据传，截至今日，街巷已经发生2次枪响，全是与三少爷有关。这都是见了报的消息，还用得着你在这儿说吗？到人质，到。把所有人凳子撤走。是，来人。你们在这儿多说一句废话，三少爷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。从现在开始，谁再多说一句废话，立刻拖出去给我毙了！是。当年，他为了名声，逼死我娘，还想对我斩草除根。还好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年纪虽小，还是逃出了雍南。只是我一个女子，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，只得流落风尘。慧眼这个名字，就是那个时候叫开的。人的名字真的很奇妙，藏着秘密，也藏着命运。像你的名字，如果用雍南话来说，就叫情伤，为情而伤。那姐姐的名字又藏着什么意思呢？我的名字其实是老状元给我起的，闵红玉的红，以前是彩虹的红。万一禅关虚然破，美人如玉，剑如虹。那就对了。我每次见到你，都觉得你的妩媚不似他人，虽然妖娆，却透着一股英气。原来这才是姐姐的本名。只可惜，这个字不太吉利。还是现在这个红字好。这话怎么说？今天梁某把诸位商家召集到这里来开会，也许诸位今天到这会场一看，觉得很奇怪，会觉得今天的会场怎么没有座位呢？为什么没有座位？那好，我告诉大家，今天这个会议，我们站着开，以此才能体现我们大家之间的平等。自甲午海战以来，我们这个国家兵力羸弱，有人不肯忍受国之衰败，才奋发图强；有人奋发图强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天盟会。今天汇聚的每一个人，都心怀理想和信念，站在这里。正因为有你们站在这里，雍南一战，我们才能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啊！在此，我要发布戒严令。戒严令：1. 为确保治安秩序，特自明日0时起宣告雍南戒严。2. 自同日起，所有出入雍南的交通枢纽，一律在本部监护之下开放。3. 雍南各地商店或流动商贩，不得擅自抬高物价，囤积日用必需品等扰乱市场之情势。除呈报及分令外，特此不告此通知。天盟会军政委员会宣读完毕。长官，为了庆贺雍南一战的胜利，鄙人特意准备了一场文艺演出，献给全军的将领们，聊表心意。看演出？都说雍南女子美如画，说不定这回还可以。听说那个江左名伶闵红玉也在雍南。我知道。诸位，你们的心意，梁某领了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啊！连古人都知道，歌舞会消灭我们的斗志。如今雍南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，
稍有懈怠，这燃起的星星之火就会被军阀所扑灭。梁某希望军镇各界一定要共同谨慎，竭尽全力来保护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果实。梁某在此拜托了。说得对。妹妹无需顾虑，可以直言。美人与宝剑是男人最珍贵的两种东西，前者可以得到温柔，后者可以给予力量，如玉如虹，从而得到人生的乐趣。敏字也与美字读音相似，所以这首诗就如行云流水一般，成了你的名字。只不过虚然是骨肉分离之声，彩虹是淫邪之句，所以姐姐自小骨肉分离，长大又落入风尘，还真是一一的应了你的命格。确实如此。现在这个红字虽然有一些艳俗，不过也终究破了这个命格。妹妹是第二个看破红玉的人，只可惜我们相见恨晚。如若早些年认识你，让你给我起个名字，或许红玉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那第一个是？放心吧，不是你的一连凯。是那个救我出风尘，又喜欢吃油豆腐的人。我的第一支舞啊，就是他教给我的。尹旨，少帅，通知于市长，我从望州给他调了3个旅过去，今晚就进攻雍南。咱们是时候给雍南的天盟会送个大礼了。明白。什么情况？少帅，前方来报，益州军侦察兵摧毁我军6门榴弹炮。侦察兵？侦察兵已经当场击毙，他们还抓了我们一个参谋，幸好当时2团1营营长反应够快，将其当场击毙。很好，传我的命令，升2团1营营长为团长，通报各部，不管是哪支部队，如果再被敌军偷袭得手，责任人就地枪决。是。李重年呐，李重年，两军正面交锋，居然还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。接收到新信号了吗？少帅，前方传来捷报，天盟会的3个旅已被于师长控制。很好，不愧是我自己带出来的老底子。通知于市长，今晚全力攻打雍南，明天一早，让他们到雍南城里给我吃早餐。是。听说来者不善啊。福州来势汹汹啊，而且是全线告急。魏元成麾下23军的3个旅在雍南西北的龙井镇被困，军长郭越已经成人了。现在情况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你是说原定的作战计划都不能用了？那也不能退让，这雍南才打下，必须得顶住。今天这股气要是顶不住的话，那后边的仗可不好打。夫君这样的违法是打算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。如果他们兵力充足，恐怕不够半个月，这状元府就要易主了。遗憾的是，义连胜的兵力没有那么多，这一点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谢谢李重年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两军相见，才让我知道义连胜他带兵打仗有那么回事。看来我确实低估他了。你看这一片，地势开阔，好在雍南地势偏高。从现在开始，由你来带兵指挥，
所有的命令都由电话来传达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有一点，你不能在别人面前曝光你自己。是。马帅，你收拢兵力，改向伏军右翼进攻。好，辛苦了。报告，雍南来电，天门会被困的3个旅正在向西集中。通知他们，不得松懈，1个时辰之内见分晓。是。不得松懈，1个时辰之内见分晓。报告，西线302旅1小时前失去联系，东线张成军报，李崇年又增调了部队过来，目前还不清楚具体人数。不对，李崇年西线的指挥官是吴汉明，他可没这个能耐。确实是增调了部队，而且是我们的老对手，傅存民。傅存民，他可是李崇年手下的一名悍将，把他调来充当主力，看来李崇年是要拼命啊！通知王昊天、宋子睿，迅速支援西线。是。报告，我军左翼顺利推进，右翼遭到天门会激烈反抗。传令，右翼继续推进，左翼就地驻防。是。呼叫呼叫，右翼推进，左翼驻守；右翼推进，左翼驻守。想到我和兰坡第一次见面，也是跳舞。妹妹，那你舞技如何啊？我跳得不好，我总是想快点跳完，好不用看人家的眼睛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从跳舞来识人的。怎么识人？2个人靠得这么近，身体之间的感受可是比言语更加准确一些。而且，一个男人品性如何，通过跳舞一定能看得出来。如果男人手脚不干净的话，多半做事的时候行为也猥琐，管不住自己。说的有道理。还有，当一个男人紧紧把你抱在怀里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抵抗，那这个人多半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那姐姐，你怎么看我？妹妹这个人看起来平静如水，遇事波澜不惊。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其实妹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。对别人来说，看似危险的事情，对你来说却有极大的吸引力。妹妹，你是不是期待着一场冒险？人生本来不就是一场冒险吗？天门会的那些人，都是些大帅看不上的散兵游勇，用不声不响的招数攻占了雍南。可我看他们的守城架势，并不像是疏于组织的。这背后的指挥，应该还是个有主意的人。二妹这番话一出，倒是有点指点江山的意思啊。若真是上了战场，一定是一位巾帼英雄。大哥，你就别笑话我了，我只是随口说说。燕云未曾研读过军事，怎么会懂得带兵打仗的道理啊？我没有取笑二妹的意思。二妹虽然不研读军事，但是在范先生身边耳濡目染了这么多年，想必绝不是平常人家的女子能比得了的吧？老大说的没错，穆桂英能挂帅，花木兰能出征，我们范烟云怎么就不行？你们看这3方攻防，都说攻城容易守城难，可雍南地理位置特殊，要想从外强攻，就算兵力强劲，
也绝不是1日2日可以打下来的。燕云刚才的推断有道理，天盟会放着左翼不防，专攻右翼，就是看清楚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，恐怕过不了今晚，老二这场猛攻就能被挡下来，而且一不留神，就有可能落入被动的境地。福军的枪械、装备上的优势，也大不如从前了。之前我听云溪说过，我们的榴弹炮一旦发出去，就像打雷似的。那炮弹发出去，那气浪就像吹纸片一样，把整个人都卷到天上去，比之前的小山炮不知道强多少倍。那种炮，天盟会可买不起。可是现在天盟会从雍南下手，状元府的钱，估计都落到他们手里了。据说他们还联合了雍南的商会，更长了他们的气焰。不过还好时日不长，他们还没有喘息的机会。要是等他们添置了新的装备，我们要再想攻打雍南，可能难度就更大了。李重年跟我们对峙了那么多年，已经对老二用兵的习惯多少有些了解，知道他会优先调遣什么地方的兵力，然后就饿虎扑食似的扑上去，根本就不给喘息的机会。他们这一个个的，还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！老二能撑得住，也是真不简单。想当年范先生和老六雄霸江左的时代，可是一去不复返喽。现在的局势是腹背受敌，稍有闪失，就会大局不稳。用兵之法，实则围之，武则攻之，备则分之。敌则能守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弱则能避之。虽然二弟骁勇善战，但是兵力被两方分散，东迁西扯，毕竟不是长久御敌之良策。父亲，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要不要调用高培德？天盟会汇聚的是那些人，现在形势叵测，谁都不可轻信。看来如今也只有一个办法了。父亲有什么办法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也只能是上阵父子兵，由我亲自带兵。不可以。有何不可？我还没有老到不能带兵打仗的程度吧？父亲常说，为主将者须不动如山，为主上者要神龙抱引。您常年隐身幕后，所以才会深不可测。万一您要一动，我怕他们会。你忘了，我除了主将还是父亲，这场仗关系到我2个儿子的性命。老大，如果你没有受伤，这场仗又何须我亲自出马？大哥，二妹，你不用劝我，父亲说的对。我要你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如今伊连凯是生是死还不能确定，天盟会那边并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。想要见到梁新北，真的太难了。未必，我有方法可以见到他。报告长官，前线来报，要求您亲启。报告长官，巡逻兵带回来一个女人，非要见你。带她进来。你就是秦桑？谁让你做的？
在这个家里，您是主人，我是客人。客人做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可不是我请来的客人。听说你是来自首的？不是。听说你在大街上主动向我们的人请求，让我们把你抓过来。犯了罪才会自首，可是我又没有犯罪。易家是反动军阀，压迫人民。封建制度才搞株连，难道要为了我秦桑，重新改为旧制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自投罗网，甘愿做阶下囚呢？这也不是自投罗网，我是来做客的。易家搜刮民脂民膏，你不也一直在享用这些吗？吸血鬼靠吸血生存，你们易家不也靠吸取百姓的血汗来生存吗？难道你没有错吗？易家虽然生活奢靡，但是我嫁进易家之前就知道，一米一粒，皆来之不易。我嫁进易家之后，也是勤俭持家，逢年过节也才做1、2件衣裳，留着出去的时候用，也毫无铺张浪费。可是，我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。这就是我的命运，我也没有办法选择。难道这是有罪吗？难道天盟会也会审判先天命运吗？我跟你讲的是理想，而你跟我讲的却是封建礼数。理想和礼数本来就不是相悖的。法国大革命时期，玛丽皇后被送上断头台，可是就在路途上，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。他便马上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也就是因为这件事，让法国人蒙羞至今。你说我是刽子手？您不是刽子手，我也不是玛丽。我的意思是，理想是为了建设文明，而不是摧毁文明的。坐吧。潘先生，不可以进去。我要去见秦桑，不准进。那我去见梁先生。梁先生说，现在谁也不能打扰他。我想知道叶连凯的消息。梁先生，请告诉我丈夫叶连凯的消息。秦小姐，你最起码应该知道待客之道吧？报告，城北前线急电。秦小姐，今天这里实在是不方便，你可以改天再来找我。但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给你安排个好住处，一定会保证待客之道。既然梁先生公务在身，我也不便打扰。好，带秦小姐去休息。请。哎，等等。三少夫人，这几本书你带上。闲暇之时可以解解闷。多谢。这2张床，哪张没有人住？都没有人。他们2个一起睡。
你今年多大了？12岁。他们没有让你和妈妈住在一起？妈妈和我们一样被关在房间里，也在这院子里。他们说，只要我们不哭不闹，就让我们去见妈妈。你是程允之的女儿？允之是我哥哥。哥哥？嗯。允之，锦之，你才12岁，竟然不是老庄园的孙女。我是程家长女。老庄园竟然有个12岁的女儿，真是人丁兴旺。不好意思啊，提起了你的伤心事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你害怕吗？姐姐为什么不害怕？你心里有记挂的人吗？如果你心里有个记挂的人，你就会担心他的安危，想着他过得好不好，反倒自己的遭遇就没那么害怕了。他会躲到哪儿去了？水里面也没有他的尸体。哎，我们慢慢找，找到了说不定有奖励。这伊连凯的尸体早就被冲跑了吧？哼，那可得搜仔细了。是。但是我们死要见尸啊！我们再到前面找找看看。走吧，走吧。梁先生今天没有公务要处理吗？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，估摸着你应该来了。这样吧，外面天气不错，咱们俩一起出去走一走。富者有阡陌之田，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；贫者无立锥之地，才是反抗的原因。现在全国各地
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。在如此战乱频繁的时代，土地乡绅的骨头都填了沟壑，普通百姓更是民不聊生。土匪残暴，军阀腐败，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算盘，想着抢粮食、抢地盘、抢政治资本。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替国民、替国家在着想。最苦的还是平民百姓，被军阀和流寇一遍遍的洗劫。雍南这片富庶之地尚且如此，那么其他原本就不富裕的地方，可想而知啊。是毒药。秦小姐，我知道，你也是倾向革新的，想必你对那几首诗不会没有感触吧？毒药，在渴望杀死民不聊生的旧世界；白起，渴望崇高的信仰；而婴儿，渴望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知道秦小姐一定会读那几首诗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请原谅，我对你用了一点攻心术。你去我的书房找过我几次，虽然你我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，但是你仔细观察过我，包括我房间的陈设，我桌上的文件和书籍。你早就知道那几本都是我案头的书。你为了接近我，一定想通过我平时读的几本书来了解我，来熟悉我。其实你注意的那几首诗，是我特意为你标注的。我希望你能够读到它们。这3天来，你一直在读那3首诗，也在反复揣测那诗中的含义。想必，凭你的天资和聪慧，一定对那3首诗有所了解了吧？原来，我早就在你的掌控之中了。这3首诗，我读得越多，想得越多，也就陷得越深。我想带秦小姐去见一个人，这个人非常关心你，也非常的了解你。他为了你，不惜违抗上峰的命令。他在上峰交给的任务和自己的爱情之间，他选择了爱情，而且接受了上峰的处理。他是一个不够成熟的战士，可是我想，我还是应该把他的这些心意转达给你。原来你真的是天盟会的人。小桑，对不起，这次我在花田等了很久，可惜你一直没有来，是我一直瞒着你。这次你真的来迟了。
来碗面啊！老板，来碗面。哎，好嘞。秦桑，你放心，我不在乎的。如果伊连凯死了，我愿意承受你的一切。兰坡没有死。他死与没死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爱不爱他，跟我也没关系。我只想对你说，我仍然爱着你。你真的为了我当了逃兵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当逃兵。秦小姐，我打算明天就派人送你回福原。你打算送我回福原？秦桑，请允许我直接叫你的名字。我不是你们天盟会的人。很多人以为兄弟是我们天盟会这个集团专用的称谓，但是，以我看来，每一个有志于专注改变这个世界的人，都会拥有我们天盟会这种信仰。只是现在这些人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我相信，这样的人以后会越来越多。就算是殊路同归，我相信也会是志同道合。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理想，都是由每一个小小的理想汇集而成的。少一个人，就会少一份重要的力量。秦桑，也许我没有资格请你理解我，却有为你舍命护你周全的决心。如果有一天我终会失去你，像每一个抛家舍业的天盟会成员一样，走那条孤独的、人迹罕至的路，至少我曾经有你，用爱情照亮我的生命。不管此时此刻我有多么的南辕北辙，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理解你吧。不必，我只希望你好。秦桑，我打算派人明天就送你回福原。你为什么要放我回去？对于你们来说，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质吗？对于我们这些破旧立新的改革者来说，
不会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。那易连凯呢？我想知道他的消息。易连凯现在没有消息，但是据我们的情报显示，他现在不在福原。但我相信易连凯一旦出现，他肯定还会回福原。但是对他来说，处境却是十分危险，因为有人不希望他在福原出现。什么人？这个人几次三番想杀掉易连凯。二哥。